2个月前，坤桑在网上买了一个蚂蚁式氧盒，打开包装，里面有一个亚克力盒子，旁边的小瓶子就是加湿器吧。装满纯净水后，放入式氧盒。观察一下这个蚂蚁式氧盒，盒子里面有几个分区，顶部可能就是活动区，下面2个洞给蚂蚁居住。灰色的部分是什么呢？好像一些细沙子。取出刚收到的蚂蚁，里面是一窝收获蚁。把蚂蚁放到式氧盒里需要几步呢？第1步，打开式氧盒的盖子。第2步，把蚂蚁到里面。这几只不听话的就是不下来，那就得大力出奇迹了。总算都扔里面了。这里可以看到蚁后和一群蚂蚁刚刚进入蚁巢，工蚁们就跑到了灰色的区域。看来他们比昆桑还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蚁后倒是挺悠闲的，撅着屁股在散步。接着他来到了洞穴里，视察施工的情况。工蚁们有的在搬食物，有的在搬蚂蚁卵，很多工蚁在挖巢穴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又来观察蚂蚁。好家伙，已经挖出了2个路线，活动区有很多已经挖出来的沙子，大部分种子被安排到活动区的右侧。我们看看式氧盒的背面，这背面有大量的工蚁在这施工，他们在努力的挖呀挖呀挖，干了1天活。他们应该渴了，拿出一个棉球，喷水打湿，放到式氧盒里，很快就有大量的工蚁围了上来。不过还是有大量的蚂蚁顾不上喝水，他们在不停的工作着。有只蚂蚁喝完水太兴奋了，它开心的奔跑着，而蚁后在右边的洞穴里守着蚂蚁卵。挖出来的建筑垃圾就倒在这边，这里还有一只死掉的蚂蚁。这有只打工的蚂蚁在摸鱼，它在梳洗自己的储蓄。仔细看了一下，有很多蚂蚁都在休息，它们是不是饿了？只是吃种子无法充饥，得给它们安排点蛋白质。正好昆桑养了一些小强，取出一只中暑的放到式氧盒里。工蚁们闻到了香味，都围了上来。在蚂蚁的触碰下，小强养的不行，而以后又坐不住了。他来视察工程建设，指望这帮摸鱼的是不太行，我自己下去看看吧，管他是不是毛坯房，先进去体验体验。角落里发现了2只蚂蚁，他们在干嘛呢？原来他们在争夺一只死掉的蚂蚁，一只想把它放左边，一只想把它放右边，而中间的一些蚂蚁也出了问题，它们好像厮打在一起，还有一些蚂蚁在抢镜头，从坡上滚了下来。以后进入工地后，蚂蚁们的工作效率确实提高了不少。3天后，式氧盒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蚁巢已经挖出了3条路线，而且都非常深了。没想到只用1天时间就挖了这么多，还得是老板亲自督工。小强只剩下了衣服去撬，而一些工蚁在看守着蚂蚁卵。看来以后的房间没有确定好之前，蚂蚁卵是不会大量转移的。把式氧盒转一下，看看后面，以后就临时住在这里。旁边的一只工蚁在为它制作面包，用种子制作面包是收获蚁的一个特殊技能。这边还有几只蚂蚁也在为没日没夜工作的工蚁制作面包，它们嘴对嘴的喂食，给工蚁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。现在蚁巢里出现了3条路线，每一条都有大量的工蚁在施工。从正面看，蚁巢里出现了一些水汽，看来加湿器起了作用。随着蚂蚁们的挖掘，垃圾也堆得越来越高，不出就有收获。看着蚂蚁们这么勤劳，那不得奖励他们一些食物，给他们1块小冰糖。还有收获蚁喜欢吃的蒲公英的种子，还得补充正常的食物。在挖掘的前线，这里有搬来的种子，随时给工蚁们补充食物。4天后来看看蚁巢的进程。好家伙，已经挖了这么大了，最左边的线路已经碰壁后改变了路线，下面也基本快挖到式氧盒的底部了。以后跑哪里去了呢？它好像在中间的区域，冰糖也被吃掉了不少。今天给蚂蚁们的外卖是苹果，蚂蚁们喜欢吃甜的东西，苹果上很快围了一群蚂蚁，有的蚂蚁直接踩到了苹果上。你是不嫌自己脚丫子脏？冰糖上始终有一只蚂蚁在这守着，这小子在干啥呢？他居然用嘴在清理自己的小屁屁，不会是刚拉完粑粑吧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5天后，蚁巢又变大了很多。这次昆桑拿来了柑橘，取下一粒喂给蚂蚁，同时给蚂蚁准备了西瓜，给他们一勺就够吃了。不好意思，拿错了，是这个勺子。
柑橘和西瓜同时放进饲养盒里，蚂蚁们会喜欢吃哪个呢？看来西瓜还是更受欢迎一些。那么宅男们喜欢的快乐水，一个百事，一个可口可乐，蚂蚁们又会选择哪个呢？准备2个食盆，分别放上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，把它们放饲养盒里。有了水果的对比，蚂蚁们好像对这些碳酸饮料并不感兴趣。只有一只蚂蚁在喝，有几只蚂蚁也只是闻了闻就走开了。可乐不喝，那鸡肉总会感兴趣了吧？好像也不行呢，就只有2只蚂蚁来啃食鸡肉。13天后，昆桑饲养的非洲爪哇一动不动，好像芭比 Q 了。把它取出来，确实已经不行了。把它放进蚂蚁饲养盒里。过了一会儿，青蛙吸引了大量的蚂蚁，而蚁巢挖掘的更大了，底部基本被掏空。以后就住在蚁巢最深处。14天后，取出已经吃完的青蛙躯壳，有一只好奇的蚂蚁也跟了过来。那我们得给它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昆桑还是养了一些蚁狮，让小蚂蚁来到蚁狮乐园，他不小心滑到了沙坑里，成为了蚁狮的食物。每一个沙坑里都住着一只蚁狮，其他蚁狮也饿着呢，都给他们安排上。28天后，蚁巢挖的更大了，活动区堆满了挖出来的建筑垃圾，右边已经快放不下了，用吸尘器给他们清理一下。清理完后，用棉球给他们擦干净。好家伙，棉球吸引了大量想喝水的蚂蚁。这次昆桑给蚂蚁们带来了新朋友，他住在潮湿的苔藓里，睡觉的时候会蜷缩成一团。慢慢的，他睡醒了，头上有犄角，学名鸡字窝虫，走起路来像条蛇，就叫他小黑吧。把它放到饲养盒里，蚂蚁们会对它感兴趣吗？小黑浑身黏糊糊的，蚂蚁们好像没办法啃咬，反而对它走路留下的粘液很感兴趣。小黑游走在饲养盒的河壁上，自由自在，非常丝滑。蚂蚁们围在小黑走过的路线旁，小黑对蚂蚁不感兴趣，蚂蚁对小黑也不感兴趣，那只好让它出来了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个月前，天哥在网上买了一个蚂蚁饲养盒，是养了一窝小蚂蚁。1个月后，这些蚂蚁把这个完整的蚁巢慢慢的挖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，里面有各种分支和线路。31天后，天哥在野外采集了一些苔藓，把苔藓放进蚂蚁窝里，好奇的蚂蚁就围了上来，连蚁后都想来看看。在蚂蚁的国度里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障碍物，蚂蚁们会有什么反应？他们有的在拉扯苔藓，可能这只蚂蚁因为苔藓是垃圾，要把苔藓拖到垃圾区，而有的蚂蚁则在苔藓内部寻找食物，靠着小小的身体，居然可以搬动比身子大几倍的苔藓。小丑鱼尼莫可爱死了，它的身体不能浪费，天哥给它放到蚁巢里，让蚂蚁们也能吃上一顿鱼肉。40天后，到了夏天，室内也热的不行，天哥来观察蚂蚁，蚂蚁们全部都聚集在棉球的附近，可能它们也太热了，补水的需求也增加了不少。看一下蚁巢下面，工人都罢工，停止了挖巢，只有几只工蚁还在下面守卫着粮食。前阵子放进去的苔藓已经被蚂蚁分解成了一片一片的，堆放在垃圾区。蚁巢的内部还有小强的皮肤碎片，可能是工蚁们搬到蚁巢内，吃完后只剩下了一些躯壳，垃圾区也整得脏兮兮。50天后，桌子上发现了一根腿，不知道是谁丢的，闻着肉也是肉，把它扔到蚁巢里，蚂蚁们很快就围了上来，这一根腿也够他们吃3天了。突然，蚂蚁窝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，原来那根腿就是他丢的。这是一只赵马，个头不大，但是对蚂蚁来说已经算是只巨兽了。很快，蚂蚁们对入侵者做出了反击，以后也进入了战斗状态。小马胆子不小，还敢闯入蚂蚁群里，好在它活蹦乱跳，还挺灵活。不过这引起了蚁巢一阵骚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马躲到了垃圾堆旁边，蚂蚁们看到这庞然大物，并不敢贸然出击，只有一只蚂蚁跑过来对抗小马。当小马进入垃圾堆后，蚂蚁们不再攻击它了，
小马请来朋友小瞎子来帮忙，没想到小瞎子更胆小。小瞎子鼓起勇气走向蚁群，在蚂蚁中走了2步，大长腿上挂满了蚂蚁。小瞎子又跑回了垃圾堆。经过了300个回合，小马倒在了蚁群中。朋友小瞎子呢，赶紧来救一下。小瞎子来了，小瞎子走了。小瞎子对自己的定位还是非常准确的，为什么不帮忙呢？因为他是小瞎子，他叫盲猪。和普通蜘蛛不同的是，他的身子像个球，他的特长就是腿特长。这么呆萌可爱，我们还是把它养起来吧。52天后，天哥在野外抓到一只蜗牛，用喷壶模拟下雨。蜗牛感受到了潮湿，打通了印度二脉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那么把小窝放进蚁巢里，蚂蚁们会有什么反应？小窝感觉到了危险，马上缩进了自己的壳里。蚂蚁们围在壳外面，也没办法对小窝造成任何伤害。天哥养的一条鱼小红，它失去了梦想，那么蚂蚁们也就有了食物。60天后，蚂蚁们别的不怕，就是不能缺水，得给它们定期补充充足的水分。吃完的杏核不要扔掉，把里面的杏仁取出来，掰开一半喂给蚂蚁们。蚂蚁们会喜欢吃吗？杏仁也算是种子，喜欢吃种子的蚂蚁对杏仁倒是不太感兴趣。天哥在身上找到一只蚊子，把蚊子扔给小蚂蚁，蚂蚁吃了蚊子，也相当于跟天哥近距离接触。70天后，天哥在野外的野草上发现了很多蚜虫，把它们带回家。身子是深绿色的，把带有蚜虫的叶子放进蚁巢里。起初有几只工蚁会撅起小屁屁，对这个陌生的东西非常警惕。过了一会儿，蚂蚁们并没有对蚜虫做出反应，可能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。度过了最炎热的几天，垃圾区里出现了很多死掉的蚂蚁，工蚁的数量减少了不少。蚂蚁帝国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。看一下以后，他身边那些圆圆的东西，就是他产下的卵吧？看来蚂蚁帝国还有希望。80天后，天哥把买到的虾粮取出2粒喂给蚂蚁，看看这些小家伙们会不会喜欢呢？虾粮里含有一些蛋白质和脂肪，也许可以给蚂蚁补充体力。天哥在家里发现一只千足虫宝宝，千足虫会吃腐烂的东西，分解有机物，把它作为清洁工放到蚁巢里，那么蚁巢就会被清理得很干净了吧？千足虫有这么多腿，跑的倒是不快。在蚂蚁的骚扰下，它从活动区跑到了蚁巢里，穿过蚁巢的通道，来到了蚁巢的最下面，右边就是以后的区域了。千足虫没有干活，倒是想和以后要签名。以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蚂蚁们怎么能让他跟以后见面呢？万一吓坏了以后怎么办？蚂蚁们派出了大量的工蚁来阻止千足虫，可是他非要跟以后见面，那自然是不能的。以后旁边的卫兵也都冲了过来，把千足虫团团围住。千足虫只好改变了方向，走到了另外一条线路。不过聪明的千足虫在绕了一圈后又回来了。以后真是酸屁股。卫兵们护送着以后暂时离开了巢舍，有了卫兵的保护，以后倒是很淡定。千足虫被一群蚂蚁围住，无法动弹。81天后，蚁巢经过了长时间的挖掘，还有各种食材的加工，到处都弄得脏兮兮的。千足虫那小子不但没干活，反而弄得蚁巢更乱了。作为上帝的天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要给蚁巢来一个家政服务。取出工具，把蚁巢拆开，把蚂蚁们倒进提前涂抹了防逃液的盒子里，把蚂蚁的巢穴大卸8块，用刷子给它们清理干净。清洗完后的蚁巢焕然一新，把蚂蚁们重新安排回去，以后又住进了自己的巢室。旁边的工蚁也在守护着蚂蚁卵，看来他们没有受到影响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4个月前，天哥在网上买了一个蚂蚁式氧盒，观察蚂蚁挖巢的过程非常有意思。这次天哥又买了一个更大的巢，在上帝视角观察蚂蚁挖巢的过程，这确实是一个大家伙，想要搬它都得费点力气。把之前的那个小的蚂蚁窝放在这个跟前一对比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。天哥也做一次爱斯基摩饮，把外包装的膜撕掉，膜撕掉了。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大型式氧盒，上面的活动区有2个大盖子，下面地下的部分是镂空的设计。
整个前面板就是挖草的区域，这里面放的是一种高科技树脂，对蚂蚁没有任何伤害。活动区连接地下的部分在这里有一个小入口，是养和准备好了，拿出祖传的蚂蚁防逃液，滴在手指一滴，均匀的涂抹在活动区的盖子开口下。正好天哥购买的蚂蚁也到了，这是一种收贿，把收到的蚂蚁放入提前涂抹了防逃液的盆子里。活动区先放置一个毒水试管，可以给蚂蚁们提供水源。接着我们把蚂蚁放进饲养盒，总共有几百只蚂蚁，怎么没看见以后呢？不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先把蚂蚁都搞里头。很快活动区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一群蚂蚁，里面还有大量的蚂蚁卵。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他们很快开始探索起来。如果没有防逃液，可能瞬间就会逃出来。轻轻地夹开棉花，原来以后在这里。天哥慢慢地把他们的垃圾清理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角落里挤满了蚂蚁，可能以后就在这里。再来看看这个地下入口，已经有蚂蚁进入了，有的蚂蚁搬着蚂蚁卵再往里走，还有的蚂蚁从里面出来。不过这时候还是有大量的蚂蚁在探索着整个活动区，折腾了1个小时，加上蚂蚁们在路途上舟车劳顿，天哥觉得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了，那就是植物的种子。把种子倒在活动区中间，好奇的蚂蚁们就围了上来。这个小瓶子是蚂蚁水塔，里面装满水，也可以给蚂蚁提供水源。就是蚂蚁太多了，天哥不知道怎么给它放下，还不至于压住蚂蚁。不过这时候天哥突然发现地下入口的连接处，蚂蚁们挤了个水泄不通。和天哥小时候一样，蚂蚁们也都喜欢挤在狭小的空间里，这里面挤满了蚂蚁，还有蚂蚁卵和蚂蚁幼虫，挤更健康。蚂蚁太多，已经完全看不到以后在哪里了。水塔旁边也挤满了蚂蚁，它们到底是多久没喝水了？角落里、试管旁边都有很多蚂蚁，有只弱小的工蚁已经开始干活了。它拖动的那个种子和它身子差不多重。上次用俄罗斯蚁巢饲养蚂蚁，天哥观察到了蚂蚁们的一些细微的情感体现，说明蚂蚁地下连接处已经完全挤满了蚂蚁。有的蚂蚁被挤得动弹不得，它们是人呢，不会把里面的蚂蚁挤死吧？好像它们真不是人。地下入口已经完全被堵住了，就算有的工蚁想去挖草，好像也不方便。天哥在活动区放了一个小盘子，里面放上蜂蜜，可是没有几只蚂蚁来吃，那怎么办呢？蚂蚁喜欢住在地下黑暗的环境里，饲养盒的开阔空间突然让蚂蚁变得不适应，它们大量的挤在连接区，也是这个原因。天哥拿了一根试管放到活动区，看看会不会缓解这种现象。有只蚂蚁觉得天哥是敌人，顺着试管就爬到天哥手上，咬了一口上次放进去的种子，被他们有序的搬运到了几个地方。试管放进去后，就有几只工蚁进去探索了，毕竟这是他们住过的地方，里面还有他们的信息素。20分钟后，连接区的蚂蚁们开始行动了，他们开始搬家了，挤的滋味确实不太好受。他们要搬到试管里去住，以后在里面也很憋屈吧？大部队快点搬家。以后呢？以后进入试管了，体验了几天挤地铁的感觉，以后的腿都挤麻了，走路都颤颤巍巍的。不过天哥发现还有一些蚂蚁，它们叼着蚂蚁卵通过入口往下面走，下面的巢穴完全没有挖过的痕迹。它们去哪里呢？5天后，天哥觉得不对劲了，喂食盆里出现了大量的树脂碎屑，这说明蚁巢已经被挖掘了。天哥把饲养盒转过来一看，好家伙，蚂蚁们在背面已经挖了一个小通道，工程建设一直不停，他们分工明确，底部的几只力气大的兵蚁会把道路挖出形状，接着蚂蚁们会用嘴把挖下来的树脂颗粒叼出去。而活动区的蚂蚁们相比之前状态变化了很多，他们好像已经适应了这里。这只工蚁在这里用种子制作面包，然后他们会嘴对嘴的分享食物。既然他们喜欢吃种子，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种子都喜欢吃呢？正好隔壁王大爷种菜买了一些种子，天哥拿来了一袋香菜种子，取出几粒放到活动区。蚂蚁们对这个味道很好奇，都围了过来。同时拿来的还有萝卜的种子，也取几粒放进去，其他种子也都放进去一些。6天后，蚂蚁这么多，仅靠试管和那个小水塔好像无法给它们补充充足的水分。天哥又准备了一个大型的水塔，装满水后把它放进活动区，正好把饲养盒
也转回来。好家伙，正面也可以看到挖出的路线了，总站也会被运送到这里，给士兵们补充能量。天哥还发现蚂蚁们对震动很敏感，每当天哥触碰到是氧合后，蚂蚁们就会大量的活动起来。蚂蚁们把喂食盆当成了垃圾桶，里面堆满了垃圾，需要清理一下了。清理完后，天哥想给蚂蚁们补充点蛋白质，拿什么呢？一只面包虫。面包虫在跳舞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，它好像活不下去了，把它扔进喂食盆里。很快就有2-3只蚂蚁闻到了不同的信息素，扑了上来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挖槽的过程7天过去了，蚁巢前面的隧道挖掘的不小了，里面有密密麻麻的蚂蚁在干活。这只蚂蚁把挖下来的树脂颗粒运输到地面，里面有大量的蚂蚁已经住了进来。挖掘的前线，这里有大量的工蚁们在不停的挖掘。从底部的视角看一下，好家伙，就连喂水器的下面都躲着密密麻麻的蚂蚁，看来他们是真的很喜欢没光线的地方。从背面看，这里挖出了一个洞穴，通过内部看不到的路线连接到上面的出口。从体型上来看，工蚁们分为3种不同的体型。最大的兵蚁头部有一些红色，挖掘的入口处有一堆蚂蚁在这里守候着。蚂蚁们会给储存的物质分类存放，但是这堆种子的旁边也放了垃圾，还有这些白色的小点，好像是它们的排泄物。看起来它们也不是那么讲究卫生。跟着这个大头蚂蚁观察一下，它们好像都很忙碌，但是又不知道具体在做什么。这只蚂蚁在搬运一个食物，看起来很费力气的样子。他停在路上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想要再次举起食物，好像搬不起来了。这时候有点尴尬了，路过的蚂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，大家都很忙。终于有一只个头比较小的小蚂蚁走了过来，看来他想给大块头帮忙。可是大块头摇了摇头，觉得他力气太小了，帮不上什么忙。为了能在大家面前显示自己能干，大块头使劲摇起食物，开始倒退着搬运了起来。这次他用小小的身体找到了合适的角度，竟然顺利的搬了起来，不止搬得动，还能倒着车跑起来。天哥熬夜赶稿，出了一身汗，向后背经常又油又痒，长了一堆痘痘，总是去不掉的。推荐大家试试这款赫恩吉利沐浴露，它实打实做了祛痘加控油报告，报告显示痘痘粉刺减少40%以上，轻松改善前胸后背痘，还你一个光滑好摸的男神背。里面的人参根、雪莲花、温泉水3大极地保湿成分，洗后皮肤水润丝滑不干涩，挤一泵就能洗全身，泡沫丰富，洗的那叫一个舒服。味道是高级好闻的木质古龙香，成熟男人的魅力和稳重感扑面而来，给妹子满满的安全感。赫恩40多年的老果货了，品质售后都有保障。现在品牌还出了礼盒装，点我评论区链接领券下单买一套更划算。而这只蚂蚁搬的好像是一块垃圾，它分不清这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。它是个小强迫症，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合适，结果弄了一嘴的垃圾。8天后，蚁巢的挖掘有了新进展，已经挖到了地心的最深处，开始改变路线，往左右扩展。随着挖掘的进行，蚂蚁们也直接入住了进去。活动区到处都堆积着挖出来的树脂颗粒。12天后，地底深处被挖出了大量的空间，在这里蚂蚁们不再拥挤了，挖出来的建筑垃圾堆成了个小山，路上却非常干净。除了探索地下的空间，蚂蚁们还派出了大量的工蚁探索天上未知的领域。有的蚂蚁走到太空的边缘，还会因为地球引力的作用摔了下来。他们相信这么大的地方肯定还会有外星蚂蚁的存在。16天后，垃圾区里的垃圾快堆不下了，挖掘的隧道形状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内部空间又变大了一些。这里有几只蚂蚁在嘴对嘴的分享食物，这里出现了一只蚂蚁在叼着一只死掉的蚂蚁扔到垃圾区，这里还有一只蚂蚁在啃食一个疑似蚂蚁身体的东西，可能是工作量变大，食物开始变得短缺。天哥把食物盆拿起来，用手指触碰一下这一堆树脂颗粒，感觉非常有缘。
蚂蚁们用嘴把垃圾一颗一颗的堆积成山，只用了几天就挖了这么多。它们个头这么小，团结起来的力量却非常强大。把蚁巢翻过来看一下，后面这个中心的区域好像是以后居住的区域，那些白色圆圆的颗粒就是蚂蚁卵，通过中间看不到的内部路线连接到地上和地心区域。那么它们到底是怎么判断哪里可以挖，或者路线怎么挖的呢？这确实是一个谜。上次养的豆虫还剩下一个豆虫宝宝，有的地方还叫猪儿虫，营养是牛肉的5倍。不过天哥暂时不需要补充营养，这些蚂蚁挖巢这么辛苦，就让豆虫宝宝陪着他们吧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蚂蚁发现了这个外星生物，爬到了豆虫的身上，它好像坐上了一节绿色的宝宝巴士，只不过这个宝宝巴士会咬人，那能引吗？吓了一跳的蚂蚁也开始反应过来了，咬住宝宝巴士的天线，它就没信号了。感觉到疼的宝宝巴士想要逃跑，没想到自己就在贼窝里，这下直接吸引来了大量的蚂蚁。看着这么多乘客，那不得来一段街舞啊！是谁不想不想谁来嘞啊啦嘞，哄着我的小宝贝，对幸福会一个快乐的。舞曲的名字是多么痛的领悟，一曲跳完，累的老师出了一身汗，有的同学学得太投入了，把腿都学飞了。看来这非主流的舞蹈不能随便学。舞蹈没学完，老师却躺在了地上不动了。学生们兴奋的见个人就想斗舞了。蚂蚁们战胜了豆虫，这个艰难的过程牺牲了一只大块头的兵蚁，就是躺在豆虫后面那只。奇怪的是，大部分蚂蚁并不想救它，反而有的蚂蚁还会过去咬它一下。难道它身上的信息素被豆虫的液体覆盖，让同伴们失去了理智，也误认为它是一只豆虫了呢？水塔里重新加上了水，有只好奇的蚂蚁直接跑进去游泳了。时间久了可能会溺水，得救它出来。好在发现的及时，这小家伙还活着，和天哥推测的差不多。豆虫身边围着很多蚂蚁，在和豆虫作战中牺牲的这只兵蚁，没有人管它。也许这就是蚂蚁世界里的规则吧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使用国产价值1000多的蚁巢饲养蚂蚁是一种什么体验？2个月前，天哥在评论区发现有个大佬说要送蚁巢，因为我用过这个大佬的蚁巢，知道他家的蚁巢质量靠谱，做工和口碑都不错。这次终于白嫖到了，蚁巢本身分量十足，拿起来就沉甸甸的，这包装的也太好了，光是撕膜就撕了半天。看着这个造景巢，仿佛置身于广袤而苍凉的沙漠之中，一具神秘的骷髅静静平躺，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胆子小的小朋友可能接受不了，没事儿，这都是假的。阳光洒在黑色的沙砾上，泛起微微的光芒，如同岁月的余晖。造景分为2层，下面还有一个小隔层。这个区域虽然不大，内部也是别有洞天，造景毫不马虎。在造景活动区的后面，连接了9根超级大的冲沙试管，试管头部填充自蛇，可以提供正常的湿度，适合饲养大部分蚂蚁。如此豪华的蚁巢配件也是提供了满满一包，包括各种喂食器。就算不放蚂蚁，这造景也可以让人观赏很久。连接配送的电池盒可以让小隔层的灯打亮。我们给顶部盖子涂抹防陶液，接着在顶部支架放上送的小灯。既然是蚁巢，那怎么也得安排一些蚂蚁。这些试管里就是我刚刚收到的全皇宫贝蚁，身占是黄色的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它们在试管里已经产下了大量的卵，把蚂蚁们全都搞里头。很快沙漠里就热闹了起来。关上大灯，让我们看看效果。兄弟们，最近用刚买的苹果 iPhone 15 Pro Max， 就是在转转买的，拍的视频也太清晰了。在转转上买的95成新的机器只要5598元，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。现在 iPhone 16刚发布，入手15 Pro Max 性价比非常高，手机的外观跟新机基本没差，
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价格公开透明，不用担心被坑，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。上面的联想拯救者系列也挺划算的。现在转转联合主大促，在转转 APP 搜索口令4248就能抵达专属活动页面，每天都能有券拿，最高可享1000元优惠券，低价抄底，大牌赠品。对了，只想着放蚂蚁，还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给试管头部加水，这样试管里就可以提供稳定的湿度。看看蚂蚁情绪还算比较稳定，有几只个头比较大的，这只最大的是不是以后呢？工蚁们忙着把卵和幼虫收集起来，他们开始躲在了骷髅的下面。运输了几天，他们得渴了，给他们加点水，很快就有蚂蚁来喝水。另外再放上一个食盆，里面加上蜂蜜，他们对蜂蜜好像不太感兴趣。蚂蚁们在探索着整个蚁巢，半个小时后，已经有很多蚂蚁住进了内部隔层里。打开夜晚模式，感觉更加有意思。3天后，活动区只剩下几只蚂蚁在巡逻，大部分蚂蚁住进了地下的隔层里。来看看旁边的试管里，加了水的试管槽住进了密密麻麻的蚂蚁，通过侧面的通道和地下隔层连接，给它们放入一块冰糖，还有蚂蚁们不可缺少的蛋白质。9天后，天哥饲养的带黄蜂失去了生命，一身绒毛非常可爱，这身体也别浪费，把它放进蚁巢里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刚刚放进蚁巢，就被巡逻的工蚁发现了，2只工蚁马上对这个庞然大物发起攻击。路上赶来另外一只工蚁，也发现事情不对劲了，他们对着死掉的带黄蜂就是一顿啃咬，但是带黄蜂皮糙又厚的，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绒毛，蚂蚁们啃了半天，毛都没啃下来，给几只蚂蚁累得够呛。而地下的蚂蚁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他们嘴对嘴的分享食物，还会帮别人清理身体。吃饱的蚂蚁就在石头上休息，好像时间静止了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15天后，看看蚂蚁们咋样了。带黄蜂吸引了一群蚂蚁，看来蚂蚁们已经啃食了一部分了。把野外采集到的一只蚂蚱经过灭活处理后，一起放进蚁巢里，看看蚂蚁们会对哪个更感兴趣。很快蚂蚱上就围满了蚂蚁。20天后，取出带黄蜂的躯壳，上面还有一只蚂蚁还没吃够呢，给它们放进去一个虾蝇。他们也是来者不拒，经过了几天的投喂，试管里出现了大量的蚂蚁卵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